我和少帅顾彦辰大婚当日，他在百乐门门口伸手接住了头牌歌女苏曼丽抛来的红玫瑰，接了这朵花，便是答应做他今晚的入幕之宾。少帅左右为难，一边是与我这个财政总长嫡女的大婚之夜，一边是百乐棉头牌的初夜。上一世我不能让他踩了我们沈家的脸，当场拦下他，全了周公之礼。第二日便听说苏曼丽没等到人，被一个商人买走出夜。过了一夜后，从百乐亭3楼跳了下去。顾彦辰红了眼睛，赞她是真烈女子，为她收了尸。只是从此她再也没踏进我房中一步，在公馆里纳了3房1太，生儿育女，看我郁郁而终。曼丽是我的心上人，当初我和她故意设计抛花那一出，本想趁机给她赎身，让她进府做平妻，是你害死了她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连我与他的亲生儿子他都厌弃，捧着庶子立为继承人。众人的惊呼声让我清醒过来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在民国23年上海，我和顾彦辰大婚这日。少帅今晚可一定要来啊！今日可是曼丽的好日子，请少帅珍惜。少帅好福气，娶了财政局长的千金，又接了百乐头牌的花，今晚该与哪位佳人过良宵才好啊？不如大家赌一赌。拿我这个财政总长嫡女和一个歌女比，这是辱我沈家的脸。休得胡言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送入洞房。少帅，百乐门的金妈妈使人来问，今晚少帅还去不去？如若不去，曼丽小姐就该挂牌出去了。婉清，我去看看便回。若我不去，曼丽便要接客。她出身书香门第，是家道中落才沦落风尘，她受不了这样的侮辱。上一世我拦下了她，今夜是我们洞房花烛，你若为一个烟花女子离开，你把我置于何地？把财政总长府的脸面置于何地？今日你若离开，你可想过我们的脸面会被人说成什么样？而我们的吵闹惊动了顾老夫人，她把顾彦辰叫去一顿训斥，并将公馆大门锁了，绝不允许他出院子一步。他没办法，只能留下与我过完了洞房花烛。只是第二日还未起床，便接到下人来报，曼丽小姐昨日没等到少帅去，金妈妈将她卖了5万大洋，卖给了一个商人。但是那个商人性子暴虐，折腾了曼丽小姐一夜。今天一早，曼夏小姐便从百乐门3楼跳下去了。从此，顾彦辰恨屠了我，让我上一世过得生不如死。我堂堂一个少帅夫人，在公馆里过得连一个姨太太都不如。看着他抬举妾室，生儿育女，为庶子请封为继承人，我被锁在后院郁郁而终。临死前我才知道，抛花那一出是顾彦辰和苏曼丽联手设计的。苏曼丽一直是顾彦辰放在心尖上的人，这一世我绝不会再让悲剧重演。他想救苏曼丽，想娶她为平妻，我成全他们。彦辰，你若走了，婉清如何是好？今日可是我们新婚之日，我岂不是要成了整个上海滩的笑话？你是财政组长嫡女，谁敢笑话你？虽然大家有些闲言碎语，过几日大家便忘记了。可是若我不去，曼丽怕是要卖给那些不堪入目之人。她出身书香之家，哪里受得了这个侮辱？卖身舞厅已是凄惨，你难道要眼睁睁看着他死吗？我去就回，不会耽误。彦辰，你若不来，我只有一死了。顾少帅是疯了吧？今日可是他大婚啊！我的天啊，他这是打沈局长的脸啊！这少帅夫人可是难堪了，以后还能抬头做人吗？新婚之夜输给了一个歌女啊！小姐，
少帅他真的去了百乐门，许多人都看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流言传到明天早上，可就更热闹了。小姐，老爷和夫人来了，在前厅和顾老夫人对峙，为你做主呢。好，我马上就到。可以，看起来很憔悴。上一世我郁郁而终后，双亲伤心欲绝，一夜白了头。还好现在还来得及。爹娘，别怕婉清，爹娘为你做主，断不会让顾衍琛如此辱你。少帅回来了，还带了一位姑娘回来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昨夜说过，我只是去帮曼丽，事情结束我自会回来。就一晚上，你就要闹得人尽皆知吗？你身为顾家父，一点小事便要闹得双亲进府来吵闹，你这样的气度，如何当得起少帅夫人？如何当得出我顾家主母？请顾督军和老夫人做主。昨夜大婚，少帅接了百乐人头牌的花，洞房花烛夜一夜未归。如今上海滩到处传的都是少帅为歌女一掷千金，春宵一度，将郑氏娘子扔在一旁，打我沈府的颜面。谁家郑氏娘子愿意受此大辱？请恕婉清不贤，我们沈家也没有这样大度。少帅既然为了歌女可以不顾婚事，那我为何还要嫁？我们沈家断然没有把脸给你们顾家在地上踩了，还要自己捡起来的道理。这门亲事不要也罢。逆子，看看你做的好事！大婚之夜做出如此荒唐的事，你还不赶紧和沈总长和沈家小姐道歉赔不是？婉清，你也太小心眼了。我与曼丽不过因是旧交，我不帮她，无人再能帮她。我与她是清清白白的。昨夜我们只是坐谈了一晚，喝茶听曲，并无半分越矩之处。清清白白，你知不知道？昨晚你们包厢里叫了几次热水？如今上海滩的赌坊都知道了，大家都在赌。昨晚你是会宿在少帅夫人房间，还是歌女房间？如今全上海滩都知道，少帅夫人无能，连夫君都留不住。这样的破烂少帅夫人的名声，谁爱要拿去便是。夫人，都是曼丽的错，都是我惹下的事端。曼丽真是该死。我与燕尘在机缘巧合之下结识，他对我有恩，曾救我于水火。我因家贫被卖身舞厅，如果燕尘昨日不救我，我怕是要被妈妈卖给那下作之人，受尽凌辱。燕尘都是为了救我，求夫人原谅，切莫因为曼英而怪罪燕尘，要怪便怪我好了。我与你清清白白，我昨日之事对得起天地良心，为何要求他原谅？沈婉清，你是上海贵女，你哪里知道曼丽的苦楚？你高高在上，一定要这样盛气凌人吗？难道你要逼曼丽跳下火坑才罢休吗？我昨晚已和金妈妈谈好，我今日便会为曼丽赎身。全上海滩的人都知道曼丽是我的人，不管真假，只有我抬她进府，给她一个名分，才能护着她的周全。燕尘，多谢你救我出那见不得人的火坑。夫人，只求你答应，我日后一定好好侍奉你和燕尘，我为奴为奴都可以，绝不与你争宠，只求一个容身之所，可好？所以少帅的意思是，你为歌女赎了身，要抬她进府为姨太太。不，燕尘，曼丽可以为奴婢，但是不为妾。我们苏家祖训，宁为穷人妻，莫为富人妾。苏家的女儿绝不为妾。你出身书香之家，我怎么忍心让你为妾？我会允你一个平妻之位。婉清，让曼丽做平妻，这样更显得你贤良大方，不是吗？顾家好家教，老夫倒是第一次见这般不要脸的人。谁家正头娘子会允夫君娶一个歌女进侯？此事绝无可能。你不为妾，宁可为奴婢。百乐门的头牌歌女，没有10万大洋赎不回来。若只为奴婢，那就是死契。我问你，你进府前我要你下绝子汤，你可愿意？反正你生死都是顾家的人，让你喝绝子汤，不让你生养，不管你是什么都无所谓，不是吗？燕尘，我不要喝绝子汤。你一个奴婢，我不是和你商量，我是告诉你，若要为奴，就要喝下绝子汤。沈婉清，你好狠毒的心思，居然逼曼令喝绝子汤，你和杀人有何区别？若你们心中无鬼，他不要名分，只要一个容身之所，喝绝子汤有何不可？
晨，不要啊！也许昨晚我肚子里便有了你的孩子呢。所以，顾燕晨，昨晚你与百乐门的歌女过了洞房花烛夜，她已是你的人。顾少帅刚才口口声声说你们是清白的，都是假话，卑鄙不堪，背信弃义，让人恶心至极。这样的人怎配娶我？这门亲事就此作罢，我成全少帅与苏姑娘。燕晨，我不是故意说漏嘴的，我只是怕他伤害我腹中的孩子。万一昨晚春宵一度，我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，那一碗绝子汤便是要了肚中孩子的性命啊！混账，糊涂啊！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？来人，家法伺候。儿子并未做错什么，我昨晚一心只是想救曼丽出火坑，与她共度一晚是没法子的事。沈婉清斤斤计较，不是贤良之人。她要退婚，退便是了。儿子愿领家法，只求让曼丽进府。我女儿不贤，好得很。老夫人，这门亲事我们沈家高攀不起。少帅极有心上人，又不顾两性之好，那婚事就此作罢。来人，把小姐的嫁妆带走，回府。亲家何必动怒？待督军好好收拾那逆子一顿，一定给你们和婉清赔罪。老夫人，事已至此，两家从此便再无瓜葛了。人都抬进门了，还有何好说的？少帅为了歌女不顾洞房花烛夜，夜宿百乐门，第二日还带着歌女回府。财政组长一怒冲冠，带着嫡女回府，两家亲事作罢。这事情一下子传得满城皆知。父亲第二日便在会议上弹劾顾府治理下的军纪涣散，弹劾少帅德性有失，而与父亲交好的各位部长也都纷纷附议。顾少帅德性有失，实在不堪，责令撤去警备司令职务，回家自省。顾督军管教不严，子不教父之过，罚俸1年。少帅因为此事而受到厌弃，而百乐门却一举成名。金妈妈，曼丽小姐呢？我们都想见识一下曼丽小姐的风姿，竟然能打败世家贵女啊！届时金妈妈不如从百乐门发嫁苏曼丽，更会给百乐门长脸呢。曼丽啊，顾少帅给你赎身的时候，咱不如从百乐门出嫁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嫁进故宫馆。这样嫁进故宫馆，我也算是名正言顺嫁进去的。你觉得如何？可以。那顾少帅那边，放心吧，燕晨对我无有不依，这种事情肯定会答应的。此事不同，我自幼命苦，只不过想要有一个名正言顺嫁人的机会，日后少帅还会娶妻。曼丽此之不配，只有这一个心愿，想光明正大抬进公馆而已，这样也不行吗？行了。燕晨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赎身那日，金妈妈特地让楼里的姑娘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出来送亲，一路吹吹打打，把苏曼靓丽的花轿送进了故宫馆。这下上海滩的人都知道顾少帅娶了一个青楼女子，而百乐门对外说的是少帅疼爱曼丽姑娘，特迎娶过门的，顿时把百乐门姑娘们的身价抬高了不少。等宝夫人知道此事时，花轿已到了公馆大门。你敢让一个青楼女子八抬大轿进门，我就敢将你逐出顾家，从此不再是顾家人。我不管你如何办，一个歌女能从侧门进来都已是大恩，她还想从正门进来，那是少帅夫人的脸面，你还要闹到什么程度才罢休？都等一个时辰了，怎么还不让进去啊？曼丽，这轿子不能从正门进，要从侧门进府。反正都是进公馆，你不必计较这些，先进了府再说。可是侧门是姨太太进的。我纳你进府本就是姨太太啊。姨太太，你不是说要让我做平妻的吗？苏姨娘，你是什么身份？平妻？
你想想上海滩的高门，谁家会让一个青楼出身的歌女做平妻？就是做姨太太，都是主母开恩。因为你把少帅婚事都搅黄了，你不会觉得进府还能当主子吧？老夫人说了，从侧门进府，跨火盆去晦气。若是不肯，便自行离开，公馆不留。苏姨太，请随我来。怎么这么远？到了，苏姨太，这就是您的院子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被安排在这样的院子里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少帅可知道你们这么轻待我？等他知晓，定饶不了你。苏姨娘，你一个姨娘不住这里住哪里？你以为故宫府是你们百乐门吗？把你当头牌供着，你就是个姨娘，姨娘都住这里。而且老夫人说了，少帅今日有事不能过来，姨娘好生自己待着吧。一个青楼出身的，还想住正院不成？以为自己是什么正头夫人吗？就是，真以为自己飞上枝头就能变凤凰啦。老夫人好。如今你既然入了故宫府，便要依顾家的规矩，做好姨太太的本分。你是青楼出身，日后不许出到外室，不许抛头露脸，不许再见以前的旧人。是，老夫人。顾燕晨为苏曼丽赎了身，在世家子弟中出了阵风头。那些纨绔子弟都邀着他出门做客，叫他带上苏曼丽。谁都想一睹百乐门头牌的风采。苏曼丽跟着去了几次，很是为顾燕晨争面子，自以为得意，便开始恃宠而骄起来。后来顾督军60大寿，公馆宴请宾客，很是热闹。各位，请。奴家今日特唱一曲《夜来香》，贺顾督军生辰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这是哪里请的歌女啊？唱得真不错啊！夜来香里听闻沈小姐善弹钢琴，不知今日可否弹一曲庆寿？闭嘴！你在胡说什么？还不赶紧下去！在宴席上，除了歌女艺妓上台献艺，从未听过哪家贵女会抛头露面表演才艺给众人取乐。她以为她在百乐门备受瞩目，在寿宴上想压我一头，简直笑死个人。沈小姐为何不说话？难不成是坊间传的都是假话不成？沈小姐不善钢琴，那真是浪得虚名了。是谁要我的司令夫人弹钢琴？怎么沈家小姐成了陆司令的夫人？没听说陆司令有成亲啊？陆司令刚从外国考察回来半个月，一直在南京。听说前几日宋夫人要为他赐婚，不知选中了哪家贵女。看来宋夫人和陆司令挑中的是财政情长嫡女啊！这下顾家可完了，得罪了司令夫人。是我来晚了，让夫人受了委屈。真是恭喜恭喜呀！我居然不知，我未来的夫人在故宫馆，还要为你们弹琴卖笑。故宫馆是没银子请戏班子，要来参加宴席的贵女为公返献艺，好大的面子！司令恕罪，绝无此事啊！陆司令，你要娶沈婉玲为妾，你可知她是被退过婚的女子？这样的女子名声有瑕，怎么配得上司令？我选的夫人，居然要被故宫府的姨娘质疑，我还真是开了眼。闭嘴！在司令面前也敢胡言乱语！我退婚是因为顾少帅德行有失，如今少帅还在府中反省，
苏姨娘这么说，不怕祸从口出吗？你说呢，顾少帅？不过刚才苏姨娘的歌实在动人，司令，难得顾少帅舍得让自己的侍妾出来献唱，也该赏才是。来人，听夫人的话，赏。苏姨娘还不谢过陆司令夫人的赏赐。来人，去赏苏姨太。真没想到少帅这么大方，像沈小姐说的一样，让自己的妾室抛头露面，唱歌献技。人家以前就是做这个的，这不是熟练吗？他以为这是青楼不成，在这里显摆，真是丢人现眼。他怕是觉得爷们儿打赏叫好才是厉害呢。沈婉清，你故意的，你想羞辱我，因为少帅与你婚事不成，你恼羞成怒，想借机下我的脸。闭嘴！你还嫌丢脸丢的不够吗？你为了沈婉乔打我，我可是你的女人，你为了外人打我，你心里是不是还惦记着沈婉乔？她已经和你退了婚事，如今马上要和陆司令成亲了，你别再做梦了。少帅，你的姨娘怕是疯魔了，我沈家的名声可不是任由她随意污蔑的，还请少帅管教好才是。我的夫人让少帅的姨娘满口胡言攀咬，公馆若是不会管教，我派个嬷嬷来管教便是。来人，将他带下去，把这伤风败俗的衣物给我换了。老夫人，燕晨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果然是百乐门出来的，丢人！老夫人，少帅的内宅也太不像话了些，只宠着一个这样的人算怎么回事？也该娶个夫人回来管管内宅才是。再这般下去，少帅的名声可就坏了。这女人不知轻重，还得罪了陆司令和夫人，以后早晚会惹大祸，老夫人也该管管了。听说那晚顾燕晨与苏曼丽在院子里大吵了一架，苏曼丽哭着说顾燕晨本答应让她做平妻，如今却只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姨太太。顾燕晨则怒斥她不安于世，让她丢尽了颜面。当初你说会照顾我，不会嫌弃我，如今才几日便这般作践我，早知如此，我还不如在百乐中里待着，也是自由自在。今日你是看见沈婉又心有不甘了吧？觉得娶了我让你丢了颜面。你若想回百乐门，你自回去便是，我给你一纸休书就好。快来人，姨娘晕倒了，大夫！然而我万万没想到，顾燕晨却开始不停地往总长府里送各色礼物，管家都一一退了回去，实在扰人，我只能出面见了他一面。少帅这是在干什么？如今上海滩皆知我与陆司令有婚约，你却往府上送礼，是要坏我的名声吗？婉瑶，你是不是被逼嫁给陆正年？他不过从外国回来半个月，怎么就突然赐了婚要你嫁入司令府？你自幼生长在上海，你嫁给他可是要去南京的。你若不愿意，我便是拼出性命也会求委员长取消你们的婚约，为你求一个公道。我可以再来提亲，你就说我们取消婚约不过一时之气，如今重议婚事，不想再嫁陆司令。少帅请自重，我与你早就取消婚约了，我也不会想嫁你。我与陆司令的亲事是我自己答应的，下个月便成亲了。以后请少帅不要再来了，我们之间再无瓜葛。陆征年知道后，把顾督军叫去训斥了一顿，让他回家好好管教少帅，否则就别怪他不客气了。督军回去大动肝火，把顾燕婷押到祠堂，动了家法，把他打得不轻。顾燕晨在床上躺了半个月，我和陆征年的婚期也定在了下月初6。那日我正在书房清点嫁妆，陆征年推门进来，告诉了我一件事情。婉清，你父亲托我查了查，3年前顾燕琛以采买的名义从沈家洋行挪走了3万大洋，至今未还，这是账本。上一世我被爱情蒙蔽了双眼，从不知道他竟偷偷拿沈家的钱去贴补苏曼丽。那些给苏曼丽买的钻石项链、法式洋装，原来都是用的我沈家的银子。他倒是好算计，用我的钱养他的心上人，
最后还要怪我不够贤良。别气，这笔账我帮你讨回来。顾督军现在正愁着怎么和沈家修复关系，只要你开口，他不敢不还。第二日，陆征年便带着我去了顾公馆。顾督军见了我们，脸上满是尴尬，连忙让人上茶。顾督军，明人不说暗话。3年前少帅从沈总长洋行挪走的3万大洋，今日该清算了。若是少帅拿不出来，那便用顾家在闸北的那片沙场抵债吧。闸北的沙场是家里现在唯一还在盈利的产业，若是抵了债，就真的要坐吃山空了。陆司令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燕晨那孩子不懂事儿，我回头一定好好说他。钱我们肯定还，只是能不能宽限几日？宽限可以，3日之内3万大洋一分不少送到总长府。若是少了一个子儿，那沙场处的地契我就亲自来取。一定，总长放心。婉清，你别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顾少帅，请自重。婉清现在是我的未婚妻，不是你能随便碰的。沈婉清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要嫁给别人吗？你忘了我们以前的情分了？情分？大婚之夜你抛下我去陪歌女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情分？你为了苏曼丽骂我狠毒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情分？顾燕晨，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任何情分了。3日之内把钱还了，否则我不仅要拿走沙场，我还要让人知道顾少帅竟然挪用军饷养外使。别再为不值得的人生气了，以后有我在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。上一世我从未体会过被人这样呵护的感觉，原来被人放在心尖上是这样的滋味。谢谢你，征年。和我不用说谢谢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而顾老夫人开始到处为顾燕晨相看少帅夫人，好不容易相中了一户人家的嫡女，两家一拍即合。知府家不介意少帅先有苏曼丽这个姨太太，而顾家也答应重礼相聘，但是人家却要求在成亲前把苏曼丽送到乡下庄子上去，要等少帅夫人入门有孕生下嫡子，才能让她回来。顾燕晨只能哄着苏曼丽先去庄子上住一段时日。苏曼琳哭得梨花带雨，她跪在知府府门前，求知府的小姐给她一条活路。妾身肚子里已有了少帅的骨肉，只求主母开恩，不要赶我出府。等生下少帅的子嗣，养在主母膝下，他也会叫你一声嫡母，还请主母成全。这知府的小姐还没进门就要赶走姨太太，这也太善妒了些。就是，何况姨太太都有了身孕，居然为了自己进门要将人送走，这传出去，少帅夫人名声也不好听啊。顾家也真是心狠，自己府上的骨肉都不要。你胡言乱语什么呢？给我回去！你何时有了身孕？我怎么会不知？那日我晕过去，丫鬟叫了大夫把脉，有了身孕。本想给燕晨你一个惊喜，可是一直没机会。没想到主府居然要赶我离开。燕晨，我肚子里可是你的骨肉，你不能赶我走啊！少帅的婚事被搅得一锅粥，知府不乐意了，谁愿意女儿未进门，姨娘就有了身孕？不过一个百乐门出来的歌女，怎么配生下我们顾家的子嗣？让她打掉就是了。你们想害我的孩子，绝无可能！要不少就给我一纸休书，我自请出府，从此与你们顾家再无关系。我腹中的孩子也与顾家无关，到时候少帅夫人进门便不会再闹，你也没有让你丢脸的姨太太了。但你们若要动我腹中的孩子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我就拼了一条命也不让你们好过。不过一个孩子还未成型，你要闹到什么时候才罢休？以后夫人进了府，生下嫡子后，自然会允许你有子嗣，你何必要闹？我以为你是良人，没想到你和那些纨绔子弟有何区别？一样为了名利，将我抛之脑后。如今我自请出府，与你再无瓜葛。那你走吧！
我离开后，你日后便是想求我回来，也没那么容易。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苏曼丽离开公馆后，居然又回到了百乐门。苏曼离拿着休书离开的那天，天下着小雨。他以为凭着自己百乐头牌的身份，回去后依然能风光无限，可他没想到，等待他的却是无尽的羞辱。金妈妈见他被休了，脸色立刻就变了，不仅把他原来的豪华包厢让给了新来的头牌，还把他安排到了最偏僻的杂物间住。曼丽啊，不是妈妈不近人情，现在不比从前了。你怀着孕不能接客，楼里可不养闲人。这样吧，你以后就在后台帮着姐妹们端端茶倒倒水，管你一口饭吃。金妈妈，你别忘了，当初是谁让百乐门名声大噪的？现在我落难了，你就这么对我？名声大噪那是以前，现在谁不知道你被顾家休了，还怀着个孩子？现在哪一个客人还愿意听你唱歌？你要是不想干，就滚出去，有的是人想顶替你。不行，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又怀着孕，离开百乐头根本活不下去，只能忍下来。可苏曼丽的忍让并没有换来善待，姐妹们以前就嫉妒她，现在见她落虐了，更是变着法的欺负她。他们故意把茶水泼在她身上，让她洗堆积如山的脏衣服，还在背后议论她。有一次，一个以前被她抢过恩客的歌女，当着众多客舍的面，把一杯酒泼在她脸上。哟，这不是顾少帅的姨太太吗？怎么沦落到端茶倒水的地步了？你那个少帅怎么不来救你啊？周围的客人都哄笑起来。苏曼丽捂着脸，眼泪混着酒水往下流。她看着那些嘲笑她的人，心里的恨意一点点滋生。她恨顾燕珍，恨她言而无信，恨她抛弃了她。她恨沈婉清，恨她抢走了本该属于她的一切。她更恨那些欺负她的人，恨他们落井下石。那天晚上，苏曼丽在杂物间里哭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她擦干眼泪，眼神变得冰冷而决绝。她找到金妈妈，金妈妈，曼丽愿意重新挂牌接客，只要能让我继续留在百乐门。行吧，只是曼丽啊，你也知道，你现在不比之前了，身价要降到了原来的1/10。好，都听金妈妈的。苏曼丽一边强颜欢笑地应付着各种客人，一边偷偷积攒着钱财。她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能让顾燕晨付出惨痛代价的机会。她听说顾燕晨要娶知府的嫡女，心里的恨意更浓了。顾燕晨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你好过。你不是想要儿子吗？我偏要让你绝后。林大娘，苏姨娘，你来干什么？大娘，之前是我鬼迷心窍了，如今顾少帅要结婚了，我也该放下了。我就看他一眼，也算了我一个心结，成吗？行吧，看你也不容易，让你在角落看一眼，死了心就出来，明白吗？多谢林大娘。顾燕晨，这是你欠我的。你答应我的平妻之位成了泡影，你为了别的女人要把我赶到乡下庄子，你甚至想伤害我的孩子。今日我便让你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。夫妻对拜。喝了这杯酒，以后你就是顾家的少帅夫人了。少帅，我林婉如嫁入顾家，不是来做摆设的。从今往后，顾家内宅由我做主，财政大权归我掌管。少帅若是答应，这杯酒我便喝；若是不答应，我即刻回家，就当这门亲事从未有过。你倒是直接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能管好顾家，
不让我再操心内宅的事，什么都依你。这是自然。既然少帅答应了，那我便从明日起开始打理内宅。今日你喝多了，早些歇息吧，我去隔壁房间睡。随你便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婉如彻底掌控了顾家的内宅。她查了顾家的账本，发现顾家早已外强中堪，不仅闸北的沙场岌岌可危，还欠了不少外债。顾彦辰这些年挥霍无度，早就把顾家的家底败得差不多了。少帅，你自己看看，顾家现在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你还有心思天天酗酒？闸北的沙场这个月又亏了5000大洋，再这样下去，不出半年，顾家就要破产了。亏了就亏了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顾家有的是钱。有的是钱？少帅，你醒醒吧！现在府里连下个月的月钱都快发不出来了。你以前挪用沈家洋行的3万大洋，至今未还。若是沈家和陆督军追究起来，顾家就完了。够了，别在我面前提他们。顾家的事儿不用你管，你只要管好内宅就行了。我不管，我是顾家的少帅夫人。从今日起，府里所有的开支全部减半，你也不准再出去喝酒应酬。你敢管我？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你管不着。这顾家还真是一滩烂泥。不行，我得为自己打算。从那以后，林婉如再也不管顾彦辰的事了。她一心打理顾家的产业，努力弥补亏空，而顾彦辰则更加颓废，天天躲在书房里酗酒，身体也越来越差。转眼半年过去了，顾老夫人看着林婉如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，心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她天天给林婉如熬各种补药，什么人参、阿胶，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她吃。可林婉如的肚子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婉如，快把这碗也喝了，这是我特意请老中医开的方子，喝了肯定能怀上孩子。不喝了，一天喝5、6次也没见怀上。不喝怎么行？我还指望着你给顾家传宗接代呢，快喝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而顾彦辰的身体也越来越差，不仅浑身无力，还经常头晕眼花。他找了好几个中医调理都没有效果，中医都说他是饮酒过度伤了身体，让他戒酒。可顾彦辰根本不听，依旧天天酗酒。这天，顾彦辰又喝得醉醺醺的，突然觉得腹部一阵剧痛，倒在地上晕了过去。下人连忙喊来医生，西医给他做了检查。顾先生的身体已经被酒精和慢性毒药严重损害了，已经完全丧失了生育能力，而且他的肝脏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若是再继续喝酒，恐怕活不了多久了。顾家仿佛天塌了，这是要顾家绝后啊！就在这时候，他们突然想起苏曼丽来，听说她在百乐门产下一子，这是顾家的血脉啊，便是想尽办法也要将孩子抱回来。孩子呢？我要把孩子接回去，这是我顾家的孩子。孩子是我生的，我是不可能让你们带走他的。你想要什么？只要你能答应把孩子给我。顾少帅，我想你这么着急，不会是因为自己生不出孩子了吧？谁能想得到呢？风光无限的少帅也有这么一天。当初你休我的时候那么无情，现在风水轮流转啊，也该你求我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和林婉如和离，八抬大轿娶我做正妻。我要成为名正言顺的少帅夫人，否则咱们就鱼死网破。我答应你。这一下，上海滩又热闹了起来。苏曼丽居然生了顾家唯一的子嗣，要正妻之位才肯入门，而少帅夫人自然是不肯的。谁要与青楼女子平起平坐，闹着要和离。我听的消息笑出了声。这一场大戏，苏曼玲真是好手段。笑什么？只怕顾彦辰绝世之事和苏曼丽脱了干系。果真是厉害，把一个少帅拿捏得死死的。顾彦辰还真是蠢货。这顾家真成笑话了，为了一个歌女，把正妻休了。苏曼丽终于坐上了少帅夫人之位，只是他们的孩子一点点长大，却发现压根不像顾家人，也不像苏曼丽。
闲言碎语传得越来越烈，只说这绝不是顾燕镇的血脉。你实话告诉我，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？我的清白之身给了你，这孩子是不是你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不，叫医生来做亲子鉴定。顾燕晨让西医做了血型鉴定，结果孩子与他的血型并不匹配。这一下，顾燕晨简直疯了，要扫平了百乐门。后来百乐门的金妈妈忍不住，只得承认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其实曼丽早在南京就卖了初夜之身，这孩子怕是那个恩库的，只是早不知何去何从。来到上海时，不过是做了个障眼法，又骗您自己是清白女子。还有您绝嗣的事，我在苏曼丽房间翻出来几包绝嗣药，您这个可能是她给您下的药。快来人啊！苏曼丽，都是这个女人害得我们啊！你去押她见官。是。你放心，妈会帮你报仇的。苏曼丽被判流放西北的消息传来时，顾燕晨正瘫痪在床上，口眼交斜，连话都说不清楚。顾老夫人看着变成废人的儿子，又看着空荡荡的公馆，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。她后悔当初没有好好管教顾燕晨，后悔纵容他娶了苏曼丽，更后悔当初得罪了沈家。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顾家的产业早就被顾燕晨败光了，闸北的沙场也抵给了沈家。顾督军因为顾燕言的事被撤了职，每天在家唉声叹气。曾经风光无限的少帅府，如今变得冷冷清清，连下人都走得差不多了。大夏将倾啊，完了呀！知府得知顾燕晨瘫痪后，立刻派人来接林婉如回苏州，还带来了和离书。林婉如毫不犹豫地签了字，带走了自己所有的嫁妆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故宫馆。顾家彻底败落了，而我和陆贞年的婚礼却举行得盛大而隆重。婉清，从今以后，我会用我的一生来守护你、爱护你，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上一世我受尽了委屈和折磨，这一世我终于遇到了那个对的人。婚礼结束后，陆征年带着我去了我们的新家，那是一座漂亮的西式洋房，院子里种满了我喜欢的玫瑰花。喜欢吗？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，以后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。喜欢，非常喜欢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和陆贞年的感情越来越好。我利用自己的商业头脑，帮陆贞年打理后方的产业。你看看这个，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。好，陆贞年也越来越依赖我，不管什么事都会和我商量。夫人，您尝尝这鸡汤，我炖了3个小时，鲜得很。怎么回事？要不请个医生来看一下？不用，最近食欲不太好，没事。夫人，您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快，去请张医生来。哎，老天爷保佑啊！别担心。好。怎么样？恭喜陆司令，恭喜夫人，尊夫人已经有了3个月的孕身了。张妈，替我送张医生。婉清，我们有孩子了。是，我们有孩子了。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母子，让你们一辈子都幸福快乐。时间就这样平淡又幸福的过去。次年6月，我生下了我和陆征年的第一个孩子，是一个可爱乖巧的女儿。谢谢你，婉清，辛苦你了。孩子就叫安安，平安顺累。又是一年春，安安已经会走路了。
陆真年陪着安安在院子里练习，我坐在院子里看着这一切，惊觉前尘往事已然随风成为了过去，未来会越来越好的。